九重天一生人，同爱憨憨疯癫，爱面前年年相许不离散，梦里笑语甜言，醒来孤身无缘，断崖山绝情散，纵是一月痴缠，爱面前惺惺相惜不留痕。始兴献公，王冕吊唁。深知魏王人身世紫荆，痛悼。老夫素来仰慕将军风骨，如今故人已逝，愿以冀中散之长青，送将军一程。王公琴艺卓绝，却从不显山露水，今日却为庶族沈家当众抚琴，真是性情中人呐！尚书令谢浩吊唁。沈家造次不测，实乃朝之重事，谢某心痛不已，还望李妃节哀。谢尚书令。彭城王、晋陵王到。
沈廷章将军和沈直镇守北境，一生为大宋而战，威名赫赫，战功无数，乃朝之柱石，功不可没。本王代皇上和大宋百姓谢过沈家，谢过沈将军。将军，上路吧！正叔，今天家里怎么这么安静呀？娘，您回来了。娘，娘，今日经书抄的可好啊？娘，您是不是饿了？要不然先吃点东西。您定是累了。要不然，让郑叔先扶您回房休息吧。今天这是怎么了？您是累了，赶紧回屋吧。来，郑叔。夫人。李哥，你坐。你还好吗？好在我们在码头就拜了堂，成了亲，天地可见。我已经是他的妻子了，我一点儿也不觉得可惜。子清姐姐，以后你就叫我大嫂吧。你大哥这个人啊，不善于表达。不过，我老早就看出他对我有情了。你看这些，都是他给我写的信。那时候祖父去世，他告诉我，不要难过，逝去的人都会在天上看着你。这是第二封，
那时候我被我爹关在府里，他找人偷偷捎来的。那时候我已经在教他写字了。他说他写的最好的2个字就是紫荆。这是从北京送过来的。他说他就要回来了，回来娶我，就是他打赢这场仗的信念。李飞，你都1天1夜没吃了，你多吃一点，要不然的话身体都不好了。你放心，我会好好照顾你的。来，把佳儿的衣服啊都放到那边箱子里啊，放整齐了啊。这谁的东西啊？娘，这么晚了，怎么还不歇歇啊？谁是你啊？你怎么会在佳儿的房间？啊？这里是佳宁阁，这是我给我女儿准备的。我这里所有的一切，每一件家具，每一件都是给我女儿准备的。谁让你搬进来的？是谁让你搬进来的？夫人，夫人，谁让他搬进来的？你知道他是谁吗？他是想害死我的人。他怎么可以搬到我女儿的房间里来？你在我们沈家这么久了，你不知道吗？这是我女儿的房间，这是佳宁阁。你怎么可以让他搬进来？你怎么可以让他搬进来？为什么要动我佳儿的东西？你怎么可以动我佳儿的东西？别动我佳儿的东西！李飞，求求你，你离开我们沈家，我求求你，你离开我们沈家，你不要再碰我佳儿的东西，我求求你，我求求你，你离开我们沈家，不要再碰我佳儿的东西，求求你，求求你，求求你，离开我们沈家，求求你，求求你。夫人，对不起，是我错了。我现在马上就离开。您起来，您起来啊！小心，快收拾东西，不要再让夫人生气了。快啊！夫人，黎妃已经答应了，我们走吧。我会搬出去的，马上搬出去。风儿，你去哪儿？姐，你不要阻止我。爹和大哥已经不在了，我不能再让你去冒险。就是因为爹和大哥都不在了，我才要必须去。我是沈家最后的男儿，我不需要保护，是我保护你们的时候了。姐，我知道你要去做什么，带上我。好，那你必须听我的。
既然你誓死都要做他的狗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你。分头埋伏，去那头等他。殿下，婉儿，你时常不弹着琴，都落满了灰尘。看着这古琴，还有这琴谱，就想起我们当时在木然轩的日子。哎，对了，婉儿姑娘，你怎么不时常弹奏了？高山流水，知音难觅。婉儿的琴声是随殿下的心意而动。如果不能为殿下伴奏，这古琴也不过是一块木头疙瘩罢了。婉儿，对不起，上次是我的错，我匆忙离开是因为沈家出事了，事关重大，你不要介意。沈家是大宋的肱骨之臣。殿下为之担心，我当然理解，也不会介意。况且，黎妃也是我和殿下的朋友。婉儿姑娘还是这么善解人意。今日可否为我弹奏一曲啊？许久未听这怅然悦耳之音，我可是十分想念。怎么回事啊？你受伤了？你都受伤了，为何还要坚持弹？这样不伤得更重吗？我只是温酒的时候不小心烫了一下，不碍事的。对不起啊。没事儿，只要婉儿的琴声能应殿下心中所虑，且殿下忧思，婉儿就十分开心了。殿下，夫人，她会好的，沈家也会慢慢好起来的，一定要放宽心啊。知我忧我者，只有你了。我帮你处理一下伤口吧。
真是忠心啊！如此风声鹤唳的境地，都不误陆远的尾妻。你是怎么找到这儿的？虽然皇上命令陆远不得落葬，但只要你薛求还活着，绝对不会让你家中户身处乱坟岗。而你，又不敢将他葬在陆氏墓园，而这里，是在陆氏墓园附近最为隐蔽的地方。黎妃真是了不起啊！那又如何？家破人亡的滋味怎么样啊？果然，我爹和大哥的死与你有关。可仅凭你一己之力，又怎会是我爹和我大哥的对手？到底是谁？说！血债、血偿而已。不说是吧？今日我要亲手把你送到廷尉。你们也太心急了吧！他们是什么人？姐，他怎么办？带回三九堂先看好，等我回来。一定要小心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姐，风儿，你怎么来了？薛求呢？薛求一到三九堂就晕死过去了。陈大哥说他可能有生命危险。什么？他是最重要的证人，他不能死。走。可是，就算我们现在闯进去，也不能指证什么，反而会打草惊蛇。除非有薛求的口供。走，回去审薛求。
怎么样，师兄？能救活吗？不好说。师兄，薛球是唯一一个能指认幕后之人的人，你一定要救醒他，而且他必须清醒。你帮帮我。交给我。失手，不但失手，还让黎飞把薛球给带走了。尚书令息怒，薛球重伤，估计熬不了多久。还有黎飞，也被我刺中，应该非死即重伤。应该。那沈离哥是什么人？陆远几次三番想杀掉他，都束手无策。他怎么会那么简单就栽在你的手上？一定是因为你的轻敌。早就暴露了行踪。尚书令息怒。好在沈离哥应该没有抓到任何实证，不然，这谢府早就被中军给围住了。这薛球若是还活着，被黎飞给抓了，要想保命，他一定会把一切都给招了。我现在就去神府。哪怕舍了这条命，只要能杀了薛球。住口！愚蠢！我们先不要贸然行动，看看他们如何对待薛球。我们静观其变，万不能自乱阵脚。你立刻清理掉所有薛球的痕迹，然后暂时离开健康，等风声过后再回来。是。行了，说，是谁在帮你？又是谁想杀你？不说是吧？方才那个黑衣人出手就是想要置你于死地，你还帮他隐瞒，是不是谢浩？是不是你和他联手谋害我父兄？谢浩。我一直跟着那个黑衣人，直到他消失在谢府。说话！我也没打算活，要我指证谢浩，痴心妄想。是我杀了沈真和沈廷章，杀了你！我杀了你！姐，他杀了爹和大哥。你不要阻止我！冷静！沈峰，你以为谋害我父兄，你家中户就能瞑目了吗？你错了。谢浩他是什么样的人？就算你家中户活着的时候，谢浩又何曾有一日把你们陆家放在眼里？陆远不过是他借刀杀人的那把刀，而陆家也不过是巩固他地位的垫脚石而已。你们陆家在他100年谢氏眼里何等低贱，只要一有机会，他第一个就会除掉你们陆家。当初谋逆者绝非只有陆远一人，太妃身处后宅，朝中定有人替陆远断兵劫粮、篡改军报，而这个人就是谢浩吧？但东窗事发之后呢，只有陆远一人被推至明面，当成弃卒，身首异处。其实，真正想要陆远死的人，
是谢浩，因为只有这样，他才能全身而退，保全自己。沈离哥，别再用激将法，我是不会让你当的，根本就没有什么幕后之人，别费劲了。愚蠢至极，怪不得你家中户会输得那么惨，死得那么彻底，就是因为有你这种懦弱、愚蠢的人在他身边。你不是口口声声说要替你家中户报仇的吗？你告诉我，凭什么？凭什么替他报仇？你明明知道谢浩就是罪魁祸首，可你却置之不理。这么看来，你家中户真是该死。人。你说的没错，你活着一点用都没有。但是你家中户的仇，这辈子恐怕没人替他报。等等，走，随我去一趟未央湖。廷尉，凶手杀人之后，明显清理过现场，而且沈廷章和沈志将军遇刺那一日下过一场大雨，把很多痕迹都冲刷没了。据彭城王和黎妃姐弟所言，现场能找到的证据就只有这些了。不过这都好几日了，还有必要再去吗？仅凭这些，如何破案？沈廷章将军一生为大宋，为社稷鞠躬尽瘁，多少次沙场拼杀，如今却惨遭暗杀，含恨黄泉。我穆将军英明啊，绝不能让将军死得如此不明不白，所以必须再去一次未央湖，仔细勘察。是。无论如何，一定要将凶手绳之以法。都过了半个时辰了，彭城王怎么还没来？是啊。哎呀。参见彭城王，参见晋灵王。晋灵王不是受太妃之累前往皇陵了吗？怎么今日又……我知诸位疑惑，但本王今日声明：讨伐陆远一事，晋灵王助本王绞杀叛臣，恪忠职守，并无过错，应当论功。但如今朝中发生沈将军这样的大事，恐将士军心不稳。本王特请晋灵王回建康，辅佐本王监政之事，为宋分忧。定不负彭城王所托，力保新政推行顺利。主公，令本王已经决定，以彭城、荆州、陈郡3点为试点，先推行新政。若得成功，便在全境推行。新政利邦利民，还望诸公协力同心。
诸位可还有异议？请彭城王放心，我等定齐心协力，为百姓谋福祉，为大宋奠基业。好，放晴，在。公布新政要略。整顿吏治，提拔寒门，择以品学，为才所用，由实之徒，咸令副业，考核勤惰，行其书赏。廷尉，这都搜了3遍了，还是毫无线索。继续找。连下了2天雨，指不定线索就埋在泥底。是。玉佩，会不会是凶手留下的？现在还不能妄下论断，毕竟离案发已经好几天了。但不管怎么说，这是新的线索，你们继续查，不能放过1寸地方。我现在就去上报彭城王。是。要略不久就会下达各地，望诸公督促巡查。方清等人不久也会去彭城、荆州等地视察执行的结果，如有违背者，一律当罚。是。参见殿下。廷尉，沈廷章父子之死，是否有了新的线索？殿下，的确发现了新的证物。快呈上。是。站住！沈廷章之女沈离歌，沈廷章之子沈峰，求见彭城王。殿下，知见殿乃朝臣议事之处，后宅妇人岂可随意出入？离妃此举有违礼法。我身为沈廷章之女，现已抓到谋害我父兄的凶手，薛求为父兄含冤而来，求见彭城王。此生泪如小小无边织，痛到风花雪月与你，用尽这一生的眼泪换不起耳语，待天看运气再来及。此刻各司切切操心志，爱抚到笔尖巧与你，踏过这一刻的生死绝尘而去。